我就说裴耀那样的人，怎么生得出池儿来？他哑声道：池儿是裴昭的，对吗？他涕泪齐下道：奴婢不知啊，奴婢晓得世子妃心急，可世子妃就是勒死奴婢也没用啊。世子妃倒不如想想，是不是有哪个相熟的男子？裴耀道：江硕，你冷静点，你吓着阿罗了。我并不理会，我说池儿每次出门，再急也会到我房中来告诉我，有我亲自点了人跟着。小世孙想给世子妃一个惊喜，况且……我打断奶娘，我前几日已经将你调离池儿身边，他想出门，倒专程去找你。不止如此，东屋那个上了锁的房间，每次我都是从奶娘手中将池儿接过来，再带池儿进去。我身边的人都乖觉，不会让阿罗靠近池儿。可被我撞到的那次，阿罗对池儿说了那样久的话，奶娘都未上前阻止，还要池儿来喊他赶人。奶娘目光闪躲。小世孙与奴婢感情深厚。我拔了刀，刀锋雪亮，映着奶娘和阿罗慌张的脸。就因为池儿是你奶大的，与你亲厚，我才打算让几天再处置你，你倒迫不及待来送死。刀刃对准了奶娘的手指，阿罗尖叫起来，他要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够了，江硕，你疑神疑鬼也有个度。阿罗心善，见不得这些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，要不然把裴耀的脖子也抹了算了，不指望他帮忙，也别帮到忙，但为他收尸也浪费人手。下一刻他道：在这里用私刑，倒不如做点有用的。我也出去找池儿。阿罗，你在府里乖乖待着，不要乱跑。阿罗抹着泪道：好的，裴郎，你也当心些。裴耀跑走后，他转过身来，收起了满脸的楚楚可怜。阿罗冷冷道：姐姐，你不妨试试看，你切奶娘一根手指，我便保证你儿子也会少一根手指。我周身颤抖，牙齿咯咯打颤。果然是他。我说：你要如何？我原本也不想做到这地步的。阿罗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衣袖。可是姐姐比我想的聪明太多，我若不早做打算，真怕哪天死在你手上。他快乐地看着我心急如焚，自己悠哉坐上了秋千，翘起脚尖一晃一晃。我的条件很宽容。阿罗轻声道：将池儿从裴家族谱除名，永世不得袭爵。你自请下堂，从此不再踏进侯府一步。我摇请了牙。这些年裴耀身边的女人不断，妾室一个又一个抬进府里，可我并不在乎，因为我全部的图谋不过就是要池儿入裴氏族谱，袭侯府爵位，把该属于他的都为他挣回来。汲汲营营，眼看要一朝坍塌，可又有什么比池儿的安危更重要？我知道眼下裴家就池儿一个孩子，裴耀肯答应，我自然会为他生下未来的世子，他有什么不能答应？阿罗冷笑道：至于裴耀其他的妾室，不足为惧，我一个个收拾。阿罗带刺的眼睛盯住了我。你应是不应？我说：我应。阿罗愉快的咯咯笑起来。好，他说：那你跪下，求我。我愣住，什么？我刚刚没说吗？他状似讶异，娇俏的捂住了嘴。你要跪在我面前，一步一叩，直到出了侯府，当街向我请罪，说自己不守妇道与人通奸，自请下堂。他伏在我耳边，尖利的声音像刺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。然后你的儿子才会回来，看见他被众人唾骂的母亲。恰在这时，嬷嬷从院门口进来，向我打了个手势。我一直绷着的一口气一松，整个人几乎软倒下去。阿罗笑得更猖狂，面带狠色。怕了，当初咄咄逼人为难我的时候，任由裴夫人羞辱我的时候，你做什么去了？我没有理他，指了指偷偷爬到一边试图溜走的奶娘，又指了指阿罗，淹死或者杖杀，随便吧，能死就行。池儿找到了。祖宗，你别哭了，这不前面就是侯府，已经派了人去告诉你娘了。池儿骑在徐缺行脖子上，
泪珠噼里啪啦砸下来，她哭得很安静，哽咽着道：娘亲一定急哭了。你娘可不像你这么没出息。徐缺行一手扶着她，一手还在比划。他现在说不准正拎着把刀，一步杀一人，把害你的凶手都给剁了。一旁小厮看得心惊胆战，少爷，不然您给小的抱着吧，再把孩子给颠下来。许缺行气得大骂，就你养过儿子是吧？你能耐，你了不起。这要是摔出个好歹，世子妃能把您撕了。池儿抹了抹眼泪，脆生生对着我喊，娘亲。我拎着裙子越过人群向他奔过去，池儿被高高架在人群之上，我一眼看到便觉得安心。快到近前时，徐缺行迎着光将池儿从脖子上抱下来，看吧，我就说你娘不会。我接过池儿搂在怀里，整个人弯下了腰，嚎啕大哭，声嘶力竭。徐缺行没了声响。过了片刻，一方银灰的帕子递到我面前。裴耀闻讯赶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副情景。我抱着池儿蜷缩着，徐缺行蹲在我面前，手里拿着他自己的帕子递给我。徐缺行洗劫，那件天青锦服却被池儿蹭了一堆小脚印。他平和地看着我们母子，眼里藏了许多话，却什么都没说。只有我问，徐公子，你从前认识我吗？徐缺行看到了裴耀，他笑说，京中的漂亮姑娘，我都是认识的。裴耀挤过来，挡在了我和他中间，对他不阴不阳道，裴某家事，还要谢过徐兄帮忙了。许缺行假装没有听出来他语中带刺，举手之劳。他将玉骨扇在指尖轻轻一抛，展开。不过你家是得罪了什么人？对一个孩子这么狠，是要让这小不屌受一辈子活罪啊。许缺行是从人牙子手中将池儿抢下来的，池儿奶娘遵着阿罗的交代，一出府便将池儿卖了，卖给了黑市的人牙子，且特意嘱咐要卖去偏远处，令家人再也找不到，还说此儿聪慧又能吃苦，可以学会旁人学不会的伎俩，喷火、马戏、残疾表演都可以。我听得浑身发抖，仿佛被人握住了喉咙。阿罗从一开始就没想要将池儿还给我，他要让我受人唾骂，断尽后路，永远找不到池儿。他要用池儿折磨我一辈子，也要池儿一辈子受非人虐待。徐缺行看到我的脸色，对裴耀道，裴兄，看顾着你夫人些。裴耀咬牙，压着无名火，还用你说？徐缺行沉着眼看了他一眼，倒也没说什么。我对徐缺行深深一礼，徐公子对我儿有救命之恩，来日定当结草衔环。裴耀突然暴怒，你是想以身相许吧？我觉得他简直不可理喻。黑市的那些人牙子，我是知道的，手段阴毒，毫无底线，偏还人多势众，无孔不入，且这些人报复心极强。徐缺行能从这些人手里把池儿全虚全伪的救出来，是怎样的本事？又冒了多大的风险？不言自明。裴耀怎就能愚蠢至此？徐缺行的脸色一冷下来，裴兄，慎言。然后他又将声音压得极轻，只有我们三人能听到。除非你是当真的。裴耀怒极，你，他敢对着我发作，却不敢对徐缺行放肆。说也奇怪，徐缺行在众人眼中不过一介纨绔，一家子的富贵闲人，偏生裴耀这些人在他面前都收敛得很。裴耀只得将火气都撒在我身上，还不赶快回府？要丢人现眼到什么时候？我抱着池儿离开，忽然若有所感，回了头。徐缺行以上骨抵唇，要扬起扇子对着我和池儿挥了挥。池儿被我抱在怀里，想了想，对着徐缺行遥遥一礼，我简直哭笑不得。裴耀却突然转身盯紧了我，恶狠狠道：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我困惑，解释什么？家里刚出了事，徐缺行便知道了，还立时将池儿救了回来。裴耀面色扭曲，他怎么会这样清楚你的事情？你还说你没有私通？我太过震惊，简直无言以对。裴耀却总能让我更加无言以对，他红着眼盯住我，甚至本世子现在都怀疑池儿到底是不是我的。裴耀回了侯府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要滴血认亲。我只当他发癫，我对身边的婢女道：递我的牌子到宫里，求表姐帮忙找一位太医，将府的府医也请过来，为池儿诊脉。我拉着池儿检查，那些人给你吃了什么东西没有？对你做过什么没有？
池儿仔细想了想，摇头。孩儿在那些人手里不过一刻，只受了些擦伤，然后就被徐伯伯救出了。娘亲放心。我看着他手脚的勒痕，松了口气。和池儿险些遭遇的相比，这些皮外伤都是小事。婢女即刻便要奔出府去，却被裴耀拦了。本世子看谁敢走。他说，滴血认亲之前，谁都别想离开。我说，裴耀，别逼我现在剁了你。裴耀寸步不让。不是我的种，还想袭我的爵位？做梦！这时，裴耀随身的小厮慌里慌张的跑进来。世子，阿罗姑娘醒了，府医看过了，她没事。我瞳孔骤缩，她没死。裴耀出门去找池儿时，将自己最信任的小厮留在了府中，就是为了看顾阿罗。嬷嬷要将奶娘和阿罗在湖里淹死，小厮拼了命，到底把阿罗救了上来。救上来之后，阿罗就一直昏迷不醒。我就说带着池儿回府之后，怎么整个侯府都找不到府医，原来是在阿罗那里守着。裴耀对上我杀人的目光，梗着脖子。事实未查明，你就趁我不在要害死阿罗。毒妇，幸好我早有预料。我突然笑了，你做得很好，我本就懊恼阿罗死得太容易了，我要活剐了他。池儿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子，要我抱，他埋在我发间，用了极小的声音道，滴血认亲是不能，还是娘亲舍不得？我心头骇然，我知道池儿聪慧，却想不到他懂得这样多。我闭了闭眼，可以验，是娘亲不愿，你刚遭遇这些，娘亲舍不得。池儿说，那便没事，不过针扎一下，我不怕。我定了定神，对众人说，去请宗族长老，把阿罗也带过来。裴耀怒喝，此事和阿罗有何干系？一时间，我竟然想笑，迫不及待要将私通罪名扣在我头上的是谁？在我的坚持下，阿罗到底被人带了过来，他看着我的目光满是恨意和恐惧。宗族长老们虽然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很丢人，却也还是对我道，世子妃，请罢。银针扎破了池儿的指尖，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裴耀死死盯着盘中的2滴血，他说，江处，他若真不是我的，我绝不放过你。阿罗道，我早说了，江臭他一直在戏耍你。片刻后，两血相融，阿罗尖声道，不对，这不对，肯定是哪里有问题，或许是谁有问题，或许是江绰买通了宗族长老。长老们气得胡子乱抖，胡说八道！我一挥手，便来了一群人将阿罗制住。裴耀目眦尽裂，江处，你干什么？让人放开他。我说，阿罗不尽正事，屡次污蔑于我，甚至伙同奶娘谋害族中嫡子，依长老们看，该如何处置？宗族长老们被迫参与了这一场闹剧，本就不耐烦，他们互相交换了眼神之后，便道，世子妃是苦主，如何惩罚当然由你定，只是我们都觉得这样的人着实留不得了。阿罗脸色惨白，他尖声叫道，裴耀，裴郎，你说了会护着我的，你怎么能让他们这样欺侮我？我说，他护得住你吗？我看向裴耀，你知道你的世子之位怎么来的吗？裴耀厉声道，你住口！我当然不听他的。我说，这些年我对你真的很好，你对我如何轻贱，我都没有放在心上过，所以你大抵是忘了，你第一次对我动手的时候，若不是我拦着，江家已经要了你的命。我的父亲是当朝一品，母亲是望族之后，更有一个在宫中盛宠不衰的贵妃表姐。当年若不是我看上了你，若不是凭你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庶子，能被迁到正头夫人名下，成为裴侯的世子。裴耀的神情一片空白，片刻后他喃喃道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先当了世子，你才中意我的。我说，是江家先给侯府递了话，侯府才抬了你的身份。裴耀整个人瘫软下去。阿罗撕心裂肺道，裴耀，救我！裴耀哑声道，江处，求你求求你，别伤害他，别让我讨厌你。我在乎吗？我说，给我把他活剐了，你们下不去手，就我亲自来。按住阿罗的那批人立刻抽了刀，宗族长老们也觉得此举残忍，却不好说什么，只皱了脸转到一旁。变故就是在这时发生的。
裴耀红着眼，突然一跃而起，竟一把抓过毫无防备的池儿，袖中刀划出，刀尖在池儿的左眼前方。他的声音颤抖，嘴唇颤抖，手亦颤抖。放他走。虎毒尚不食子，我着实没想到裴耀能做到这样。裴耀道：这是我儿子，我当然舍不得杀，但你如果不放阿罗走，我就刺瞎他的眼睛。池儿瞪大眼睛盯着刀尖，很快眼中涌满了泪。我说：别怕，娘不会让人伤你。裴耀嘶声道：阿罗，跑！阿罗跌跌撞撞的跑了出去。裴耀怒吼：不许追！没人追。我说：把刀放下，放下吧，他没事了。我不动他。池儿的眼泪滚落下来，人却一动都不敢动。1刻钟以后，裴耀的手不松，脸上露出一种痴痴的，有些癫狂的笑容。1刻钟以后他一定跑远了，他安全了，我才会放手。好，我温和道，掌心摊开，你看，我没有派任何人出去，我就在这里，我和你一起挡。1刻钟以后，裴耀在我的诱哄下颤巍巍放下了刀，池儿扑进我怀里，他哭得呜呜咽咽，很是委屈，边哭却边对我说对不起。都是池儿不好，害娘亲只能把坏人放走。我抱着池儿远离裴耀，怎么会是池儿不好呢？我说，池儿这样冷静，娘亲都没想到，池儿是娘亲的骄傲。池儿在我肩头抽抽噎噎，她说，娘亲，我是真的不认他了。我知道，我说，本也不需要认，若没有我默许，池儿怎会从出生到现在没有叫过裴耀一声爹爹？他不配，我知道的，他不配。